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细雨晚来风。胭脂泪流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关心时下热点的洞察天下，我是凌宇，我是悠悠。大家看今天好，今天我穿着一身白，悠悠穿着一身红啊。我们北方说这一身红啊，叫什么辟邪。到了西方不一样，咱们在这个西方之后的话，咱们这个有哈喽威，对，是的，万圣节，小孩最爱过，我还最爱过万圣节。一到这个万圣节时候的话，不管是大人孩子呀，装扮的之后的话，是抹着这不管是扮成丧尸啊，扮成吸血鬼呀，是挨家挨户啊，是商铺里边去要糖，是吧？还是不给钱就捣乱，是不给钱就扯淡，还是第一小碗儿，跟那个过去那个大爷大奶奶求你给点吧，给点吃的不？跟那个好欢乐，对不对？好欢乐，对，所以就是中国和西方啊，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就是咱们西方好像更欢乐一些，尤其你看那个现在好多这个大导演的话，把这些的鬼怪呀，还有这些吸血鬼呀、丧尸的搬到了这个荧幕上面了，让大家看的这个吸血鬼又帅，然后又美丽，是吧？我看到那个布莱德比特的演那暮光之城，我也爱看，演好几部呢，我也哇，半夜走在路上都不怕鬼哎！他也颠覆了我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对于这个神鬼妖狐的这种形象的这种设计，而且很漂亮。你看一些女生悠一看那个布拉德皮特，就是是，来咬我一口吧，你看我一口，有一种美好的这种向往。是的。可是咱们中国这个传统这个文化里边，这些僵尸和丧尸就没有这么唯美和这么优美了。对吧？你看，就是说，你看最早咱们这个林正英演的这个鬼片僵尸先生啊，你听，对，僵尸先生半夜的话，穿在林子里边，云雾缭绕，僵尸先生在前面走，后边带着一些鬼，一跳一跳的，他很恐怖。所以说，他就不像这个西方时候就这么唯美。其实啊，在这个传统文化里边，咱们对于这个丧尸啊、僵尸啊，还是有很长的这个悠久的这个传承和历史。传承啊！对，最早的话，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是咱们讲盘古开天地嘛，盘古大仙一斧子下去之后的话，清气上升为天，浊气降生为地，最后盘古大仙这中间呢拉开了这个天地，盘古大仙把自个儿累死了，然后的话这个四肢呢幻化为山川河流，头颅呢幻化为吼。盘古大仙有4个徒弟，一个是昊天，一个是伏羲，一个是女娲，一个是吼。这个什么叫吼啊？吼啊是这个一切动物里边这个万兽的这个鼻祖，就是动物里边的鼻祖。传统文化里边就是吼。吼在哪儿能见着啊？天安门广场上面有那立着那根那华表，华表上趴着那个小动物朝着天，就是望天吼。它就是吼啊！它就是吼。对，好多时候就是吼啊。也叫这个金毛吼，也叫望天吼。这个金毛吼和望天吼最早的话都是这个吼的这个原型。这个吼是这个刚才说过了，是动物的鼻祖，还是什么？还是僵尸和丧尸的鼻祖。对，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僵尸啊，就是人死了之后的话，每隔1000年之后，皮肉就缩到这个骨头里边，就已经皮肉就风化了。再过1000年，这个身上面长什么？长黑毛。再过1000年，黑毛转化为红毛，再过1000年，由这个红毛转化为金毛，就变成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僵尸的鼻祖金毛猴。天底下呀，只有一个金毛猴练成功了。僵尸啊，如果在你这个历练为金毛猴这个过程中之后，老天爷是让你练不到这一步的，就让你在练的这过程中啊，就勾天雷啊，引地火，一个雷就把你就劈死了，这天雷劫，最后就让你只有一个，就是这个金毛猴练成了，最后的话让谁给收了？让这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那个，对，观世音的坐骑啊，就是咱们说这个9头金毛猴，有9个脑袋，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边这个僵尸的这个鼻祖，僵尸丧尸。不过僵尸真的很恐怖哎，很恐怖。你说这恐怖，1995年的时候的话，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轰动全国的一个僵尸咬人事件，就是那个事儿。那时候我小，1995年这正上学嘛，我记得那时候闹的这满城风雨，还开家长会。那我们老师开家长会，正式的通知就是说，如果孩子们回家，那时候都不骑自行车，太小嘛，都走着走回家。就是说，如果说孩子低于5个孩子的话，就不能走，必须得父母来接来，因为这话有这个僵尸咬人是什么？1995年在咱们这个东北的这个沈阳的猫脸老太太事件。对，这个言简意赅说这猫脸老太太事件，可以说当时轰动了就是咱们这个全国，孩子们所有时候的话，晚上只要哭，家大人说是猫脸老太太来了，孩子们立马都不哭了，就是真是谈虎色变。当时闹的话是满城风雨。这个猫脸老太太事件大概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就是说一个老太太最后的话和儿媳妇闹别扭，闹完别扭之后呢，还含恨而死，上了吊了。
这个孤魂怨鬼呀，就是说这个横死的、上吊啊、电击呀、车祸呀、跳河啊、寻河觅井的，这都属于横死的，身里有一股怨气，得不到转世投胎，就是一灵啊不泯。最后的话，这个老太太之后呢，和儿媳妇闹完别扭，上完吊死了之后的话，这儿子呢就草草这件事不光彩呀，儿媳妇把妈给气死了，草草的下葬。可是当天晚上，邻居家里边一只猫从老太太身边这一经过，就是说猫啊，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说，就是容易引起这个死尸啊，就是诈尸。这猫这样一过之后，这老太太之后从死尸就变成了僵尸，一半脸啊是人的脸，一半脸是猫的脸，所以说这么顾名思义就叫做猫脸老太太。最后的话就是说在当地也吃了不少的人。我懂，所以说呢，东方的僵尸是晚上起来的，对，西方的僵尸就像我们布莱德比特的是24小时工作，白天就咬人啊，对，24小时工作，但是它是以感染为主。咱们这个大陆的这个僵尸呢，是以怨气呀，以这个一灵不泯啊这样为主，所以说都是半夜出来才容易出现这些事儿。但是后来说之后的话，就给围剿了，这通知到一直到中央都派来这个武警啊，就把这个山整个烧掉了，最后再把这个猫脸老太太给它除掉。到底这件事儿是真是假呀，也是无从考证。是可能年龄也太小。对的，在台湾呢，我们就是虎姑婆下不睡的孩子而已。虎姑婆下不睡孩子，如果要不睡的话，是不是还要咬个手指头？是啊，放轻松。对，好多你看这些就是不经意间啊，就是说这个大人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的话，尤其这些过去的都是用这些封建迷信里边这些鬼呀、谁呀、神啊，还有这些这个僵尸啊、丧尸，这个吓唬孩子，是吧？是的，我们洞察天下用比较有趣的点呢来了解中华文化。对，就是说咱们洞察天下讲的一些呀，这个神鬼妖狐这些事儿啊，并不是说推广啊封建迷信，而是说咱们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一些好玩的好听的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大家也不要忘记在观看完我们这个短片之后啊，点击我们订阅小铃铛。好，这里是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关心时下热点的洞察天下，咱们下一期再见。